这个面带微笑的美国飞行兵刚被这些老挝人俘虏，之所以笑，是想让自己看起来更友善，这样才有可能活命。因为这是1966年的老挝，那时的美国正在对老挝进行轰炸，士兵用枪指着他，他就乖乖蹲下，让他躺下，他也照做。几个人绑住了他的手脚，他说他要拉大号，但这里没人听得懂。几个小时后，迪特实在憋不住，拉在了裤子里，即使这样也没人理会。他们又把迪特带到丛林，将他绑在树上，然后朝他一顿扫射。幸运的是，他没有中枪，因为他们只想吓唬这个美国兵。迪特破口大骂，士兵又朝着他的耳边开了一枪，这一枪让他的耳朵失聪了许久才缓过来。接着，他们把这个美国兵押到一个长官面前，长官让他签一份协议，说很快就能得到释放。出于爱国，迪特不肯签字。不久后，开始了他新一轮的折磨。他们把迪特的腿绑住，用牛拖着他跑，后面不停有人往他脸上踢土。他们又把他倒挂起来，用蜂窝贴在他的脸上，不停地转他，一直折磨到黄昏。第二天，他们把迪特按在水里继续折磨，只给他露出一张脸。等这些人玩够了，就把他送到一个战俘营。原来这里关着的不止他一个，还有其他的战俘，他们也都是飞行员。最久的一个已经被关了2年半。回到牢房，迪特想要计划逃跑，他说今晚要离开这儿，但其他战俘冲他冷笑，因为困住他们的不是监狱，而是危机四伏的雨林，更何况白天还有看守。迪特笑了笑，那只是白天，但晚上也不见得好过。他们并排躺着睡觉，所有人的手被交叉锁住，脚也被锁着，连翻身都做不到。迪特想帮大家解决睡觉问题，他需要一根钉子，但监狱哪来的钉子？整个监狱是用竹子和藤条做的，唯一的钉子是在看守带着的棚上。迪特让战俘都分散开来，吸引看守的注意，然后他假装借牙膏刷牙，逗这个光头开心，趁机拔下了钉子。回到牢房后，他用石头打磨钉子，让它变得更细，渐渐磨成一根铁针。到了夜里，他用打磨过的钉子撬开了手铐，这样大家终于可以轻松地睡上一觉。搞定锁铐后，迪特开始想办法逃跑，但最难逃脱的是这片丛林，要怎么才能穿越过去呢？还有6个月雨季就要到来，他要借着大雨穿越丛林，现在他有充足的时间可以准备。一个战俘看见桌上掉落的米饭，他一点点捡起，含在嘴里，回到牢房吐出，放干脱水储藏。为了不被看守发现，他将脱水的米饭藏在粪桶的隔层。之所以这么做，是因为他准备越狱。午饭时间，看守给他们拿来了面包虫，因为美军的轰炸，地里已经种不出庄稼，就连他们自己都在挨饿，能有面包虫吃已经很给面子了。这天，有个战俘听懂了看守的聊天，因为种不出庄稼，他们都在挨饿，想回到村里谋生养活自己，计划把战俘赶到丛林杀掉，伪装成杀了逃犯的样子。战俘们听到这个消息全被吓傻了，必须马上离开这儿。他们越狱的计划要提前，于是在这天，迪特将战俘进行分组，用镜子观察外面的看守，趁他们吃午饭的时机，战俘们都逃出了围栏，来到看守放枪的位置，偷走了他们的枪支，把枪分给同伴，分组行动。他们先是绕到厨房，看到看守正在吃饭，准备行动前，同伴吐了，可能太过害怕。迪特看准时机，不再犹豫，他冲出去发起攻击。看守拿起枪，他迅速开枪打死对方，干掉了2个人，其他看守都吓跑了。迪特怒声大骂，因为发动攻击时，他的同伴没有一个人出现。迪特放走了那个友善的光头，迅速翻找鞋子和有用的物资，嘴里还不停地骂着同伴，得赶紧离开这儿。刚才逃跑的看守，他们很快就会带人回来。在丛林里，迪特碰到了其他伙伴，他们已经穿上了偷来的鞋子，带好了偷来的物资。刚才他们没胆参战，看来是去偷东西了。迪特狠狠骂了他们，临走前，他用弹夹交换了他们偷来的大砍刀，几人就此分道扬镳。现在他们的逃亡才刚刚开始，因为前面的丛林才是真正最大的危险。好在雨季已经到来，口渴了就喝雨水解渴，饿了就吃之前藏的脱水米饭。顺着山谷，他们找到了一条河，想顺着河流漂到湄公河，于是做了个木筏顺流而下。可没漂多久，碰上了瀑布，他们费尽全力才死里逃生，木筏被摔得稀巴烂，所有物资全都没了。在老挝的雨林，他们只能时刻淋着雨，不知过了多久，他们全身疼痛。原来淌水的时候身上爬满了水蛭，虽然饿得发晕，但水蛭不能生吃。在老挝，他们只能东躲西藏，就算碰到渔民也不敢让他发现，因为他们是美国人。老挝多数家园就是他们摧毁的。在逃亡中，他们慢慢发现手里的枪没用，就算被人发现也打不过，开枪只会引来更多的人，干脆扔掉枪，轻装前行。几天后，他们来到了一个废弃的村落，在这里稍作休息。同伴太过虚弱，走不动了，他让迪特自己走，他要在这等死。迪特不肯丢下同伴。突然，他发现了直升机，迪特兴奋大叫。但直升机没有发现他们。之后他钻木取火，点燃了废弃的村庄，这次引来了直升机的注意，但直升机把他当成了敌人，对着他开枪扫射。迪特卧倒在地，才躲过了子弹，没想到没死在敌人手里，却差点死在自己人手里。迪特大骂他们是笨蛋。在几天后，他们终于饿得受不了，走进了一个有人的村庄，看见一个小孩，他们跪地祈求，却引来了当地的村民。2人被村民团团围住，村民对他们恨之入骨，破口大骂，挥动着手里的刀。一个愤怒的村民用镰刀砍伤了同伴，接着又一刀砍下了他的头。
头。迪特非常恐惧，抄起砍刀使劲挥砍，村民们都被吓跑了。这个地方不能久留，只能放弃同伴的尸体，独自一人躲进了丛林。他在丛林里藏了一夜，躲避了追捕。第二天看到有搜寻他的士兵正在歇脚，他藏在草丛看了很久，等这些士兵离开，然后悄悄跑过去捡漏。好在还有残羹可以捡，暂时能垫垫肚子。又过了几天，他在河边发现了一条蛇，冲过去一把抓住它，没来得及多想，当场就生吃了起来。就在这时，一架飞机经过，他捡起地上的叶子使劲舞动。这次飞机发现了他，在空中绕了几圈就飞走了。没一会儿就有直升机来了，迪特既兴奋又激动，他大喊大叫，直升机放下了绳索，终于他得救了。这时丛林里的敌军追踪到了他们，美军用火力压制，把敌人击退了。在飞机上，美军问了很多问题，为了防止他是间谍，还翻了他的包，结果掏出一条蛇，被当场吓尿。美军确认了他的身份，这就是他们在找的队员。真不敢相信他竟然还活着。回到营地，迪特被中情局拦截，对方不停审问他，问他敌人具体位置以及敌人的特征。因为任务的特殊性，中情局打算对他长期扣押。好在他的战友出现，趁中情局不注意，用蛋糕车悄悄把他带了出来。面对无数迎接他的战友，迪特非常激动。当有人问他：“你相信上帝和我们的国家吗？”迪特没有正面回答。这部《重见天日》就是根据他的真实故事改编的。迪特在回国不久后退伍，成为了一名民航飞行员。他在民航飞行期间还经历了4次坠机事故，但每次都死里逃生，似乎上天都在眷顾这个幸运儿。但可惜的是，战争如此丑陋，能活下来的幸运儿却寥寥无几。